各位朋友好，我是健康永驻频道的好朋友林佑丽。今天看到邻居林阿伯已经开开心心提着年货回家，因为他昨天就收到了政府发放的12000元春节红包。您收到了吗？如果您还没收到，一定要注意，这笔钱不会自动进来，忽略关键细节，可能就错过了。昨天社区里73岁的陈阿公就让我心疼，他换了新身份证，却忘了更新银行资料，结果补助金汇款失败。他拿着通知单失落地说，是不是政府觉得我资格不够？我赶紧告诉他，只是资料需要更新而已，但很多长辈可能正因此焦虑，甚至错过这份心意，所以我一定要说清楚，用最白的话，把每个环节讲明白。请您在评论区打出平安健康，为我们身边所有长辈祈福，也请订阅健康永驻频道，打开小铃铛，以后关于长辈福利、健康的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让您快人一步掌握资讯。咱们辛苦一辈子，老了该享福的时候，别让该得的福利因为流程不熟而白白错过。今天我就手把手教您稳稳领回这份祝福，一分都不能少。首先，咱们得彻底搞懂这12000元新台币到底是什么钱。这不是什么抽奖奖金，也不是慈善捐款，这是政府真金白银从预算里规划出来的一份实实在在的关怀。现在物价怎么样？大家心里都有数，去一趟市场，手里的钞票越来越不经花。政府就是为了让咱们退休的银发族，还有生活比较困难的老人家，能在2026年农历春节之前手头宽裕一些，好好过个年，所以才特别统筹了这笔综合性生活补助。它可不是单单一份钱，而是由3笔钱合在一起的。第一笔叫做春节过节特别慰问金，顾名思义，就是让咱们买点好吃的，割点肉，买条鱼，一家人团团圆圆吃顿丰盛的年夜饭，过个喜庆的好年。第二笔是年度物价联动补助，这部分就是体谅咱们知道什么东西都在涨价，生活压力大，专门拨出来帮咱们抵消一些物价上涨的压力。第三笔是冬季健康关怀与医疗补助，冬天天气冷，很多长辈身体容易出状况，看病买药的花销也会增多，这笔钱就是给咱们的医药开销做个贴补。您看，政府想的还是挺周到的，这3笔钱加在一起，符合资格的长辈最高就能一次领到12000元新台币。这笔钱的发放时间是定在2026年1月1号之后，农历春节之前，目的很明确，就是让咱们在过年前能拿到钱，踏踏实实去置办年货。但是啊，这里佑丽必须强调一个最大的误区，很多长辈习惯性的以为这笔钱会像老人年金一样，时间到了就叮一声自动进到账户里。如果您也这么想，那就要注意了，这个想法可能会让您吃亏。这笔补助金它是有门槛、有条件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咱们自己主动去申报或者确认资格，才能顺利领到。这就是开头我提到的陈阿公错过他的根本原因，他以为会自动进来，结果账户有问题，钱就被卡住了。那么到底谁有资格领，又要满足哪些具体的条件呢？佑丽为您整理了3个最核心的硬指标，您现在就可以对着自己或者家里的长辈在心里打个勾，一项一项核对。第一个硬指标就是户籍和实际居住地，这笔钱是由各个地方政府来负责执行的，所以它第一个要求就是您的户籍必须设在我们当地，而且这个户籍不是今天迁进来明天就能算的，它有明确的时间限制，规定是户籍迁入的时间必须满6个月以上，而这个计算的基准日是定在2025年的12月31号。咱们往前倒推6个月，也就是说，最晚在2025年7月1号之前，您的户口名簿上的地址就必须已经是在咱们这个县市了。这个日期是死的，系统只认这个，差一天都不行。所以，您今天看完视频，第一件事就是去把家里的户口名簿找出来，好好确认一下迁入日期，千万别记错了。除了户籍本子上的地址，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实际居住。有些长辈户口还留在这里的老房子，但人可能长期住在国外的子女家，或者搬到外县是和儿女同住了。现在政府的系统很聪明，它会进行数据比对，比如查您的健保就医记录、水电燃气使用情况，如果发现您在本地长时间没有任何生活轨迹，就可能会被系统标记为非经常居住者。一旦被贴上这个标签，您的这笔钱就会被先扣着，暂时不发。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千万别坐在家里干等，
需要您或者您的家人主动去联系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或乡镇市公所，办理一个叫做切结居住事实或者异地居住认证的手续，证明长辈人健在，并且符合领取资格。现在很多地方都能通过官方的 APP 线上办理认证，如果实在不会操作，就请信得过的亲友跑一趟公所，带上相关证明文件去办一下，钱就能解冻发放了。第二个硬指标是年龄，这次能领到最高12000元新台币的，主要是针对年满65岁以上的长辈。这里要特别注意，政府只认10岁，就是看您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日，必须实实在在满足65周岁。而且这笔钱是分等级的，年龄在65岁到79岁之间的长辈，领到的基础额度可能会少一点，可能是几千块新台币。但如果您家里有宝贝已经满80岁了，属于高龄长者，那么加上额外的高龄津贴部分，就非常有可能领满这12000元新台币。所以家里有80岁以上老宝贝的子女们，要特别上心，帮忙核对一下，千万别漏了这笔专属的大红包。第三个硬指标，也是今天佑丽要讲的重中之重，就是您的银行或邮局账户状态。这笔钱是通过转账方式发放的，它需要一个畅通无阻的通道才能流到您手里。很多长辈的存折可能好几年都没用了，里面就剩几十块钱，这种账户在银行系统里很容易被列为禁止交易户或者休眠账户。还有一种更常见的情况，就是身份证过期了，换了新的身份证，但忘了拿着新证去银行或邮局更新资料，导致银行留存的客户资料和您现在的不一致，变成资料异常户。一旦账户有这些问题，当政府的钱汇过来时，就会被银行的系统自动拦截，退回，那边只会显示汇款失败。政府那边一看到汇款失败，系统就可能以为这个账号不能用，钱就悬在半空中，既没到您手上，也没回到国库，就像陈阿公遇到的情况一样。所以佑丽在这里恳求大家，今天看完视频，不管多忙，都请您去把那个红皮或绿皮的存折本子找出来看一看，看看最后一笔交易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如果超过1年以上没有任何动静，赶紧拿着身份证和存折去银行或邮局，哪怕只是存100块钱进去，或者取100块钱出来，只要有一笔交易记录，这个账户就被激活了，状态就恢复正常了。另外，一定要确认您在区公所社会客流的银行账号是不是您手里这个存折的账号。如果您以前换过银行，或者存折丢失补办过，账号很可能已经变了，那就一定要亲自去一趟公所，把新的存折封面复印一份交给工作人员，更新您的收款资料，否则钱还是会往那个已经不存在的旧账号里汇，结果当然是汇不进去。讲完了领取资格，咱们接下来就说最实际的部分，具体该怎么领。政府其实提供了3种主要的方式，您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种情况，对号入座就行。第一种，最省心的方式，免申请，直接入账。如果您现在已经在正常领取老人年金或者劳保退休金，而且身体硬朗，户籍这几年都没动过，那么恭喜您，您很可能什么都不需要做，只要在家安心等着就好。2026年1月1号过后，您去银行刷一下存折补登记录，或者让子女帮您查一下网银。如果看到有一笔名为春节慰问金或者生活补助的进账，那就是钱已经稳稳的到了，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但即便如此，佑丽还是建议您，为了100%的安心，过完元旦就去刷一下存折确认，毕竟亲眼看到数字，心里才最踏实。第二种方式是线上登记申请，这种方式最适合2类朋友，一类是刚刚满65岁的新进长辈，系统可能还没来得及把您纳入自动发放的名单；另一类是户籍刚刚迁入满6个月的朋友。如果您属于这2种情况，或者觉得自己的资料可能不全，那就得主动一点，这时候就需要家里稍微会玩手机的年轻人来帮忙了。用手机下载政府官方的服务 APP， 比如我的易政府，或者您所在县市的便民 APP， 在里面的社会福利专区找到春节生活补助申请的选项，然后按照提示一步一步上传您的身份证正反面照片，还有存折的封面照片，提交上去就可以了。后台工作人员审核通过后，钱很快就能发下来。这种方式不用出门，不怕风吹雨淋，特别方便，但前提是要会使用智能手机。如果长辈自己实在不会操作，一定要找信得过的晚辈帮忙。同时要特别注意保护个人资料，不要随便把身份证和存折信息交给不熟悉的人。
第三种方式就是传统的临柜办理。如果您实在搞不懂自己符不符合资格，也玩不转手机，身边一时又找不到能帮忙的年轻人，那最后的方法就是辛苦您一趟，亲自去户籍地的区公所社会课柜台办理。出门之前一定要检查好东西，带齐墨，有3样宝贝必不可少。第一是您本人身份证的正本，第二是最新的户口名簿正本，第三是您本人存折的封面复印件。如果是子女帮父母去代办，那么除了要带上长辈的这3样东西之外，代办人自己的身份证和印章也一定要记得带过去。到了柜台，不用紧张，直接跟工作人员说：您好，我想查询一下春节12000元补助金的事情。工作人员在电脑上一查，立刻就能知道您的钱发了没有，资料有没有错误，账号对不对。如果发现问题，当场就能修改，改完之后等下一批补发就能收到钱了。公所的工作人员态度通常都很好，有什么不明白的，尽管开口问，他们都会耐心解答。说到这，佑丽不得不再多啰嗦几句关于防诈骗的事情。越是这种政府发钱的好时候，那些诈骗集团就越是猖狂。我最近已经接到好几位长辈的询问电话，说收到手机简讯，上面写着恭喜您获得政府补助12000元，请点击下方链接领取。佑丽在这里郑重的、严肃的告诉大家，千万不要点那个链接。政府发钱绝对不会用手机简讯发一个链接让您点，更不会打电话问您的银行卡密码，也绝对不会让您去 ATM 进行任何转账操作。凡是电话里说您账户有问题，需要先汇款做担保的，或者说要给您验证码的，100%都是骗子。接到这种电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挂断。如果心里还是不踏实，觉得万一真是政府的电话呢？那您就穿好衣服，直接去一趟区公所当面问，这是最安全的方法。切记，不要向任何不明来电透露您的个人信息、银行账号和密码。钱顺利领到手之后，怎么保管也是个学问。佑丽的建议是，最好不要一次性把所有现金都取出来放在家里。年底了，社会治安比较复杂，家里放太多现金不安全，钱放在存折里其实最稳妥。现在买东西很多地方都能刷卡，或者用敬老卡，甚至可以让子女帮忙设置一个亲情付，用手机支付，既方便又安全。如果实在需要现金，去提款机取的时候，最好找家人或者信得过的邻居陪着一起去，取完钱要放好，走在路上别露白。这12000元虽然不是惊天动地的巨款，但也是咱们的养老钱，过年前必须得看紧了。那么这笔钱该怎么花才最有意义呢？佑丽想给各位长辈一个建议，别太节省了，该花就花。政府发这笔钱的初衷，就是希望咱们老人家能把自己照顾好。您不妨拿着这笔钱去换个安全、煮饭又香的新电饭锅，或者去买一双鞋底柔软、好走路的鞋子，买一件轻便又保暖的羽绒服，这样冬天出门就不怕受冻了。在吃上面更要对自己好一点，去买点新鲜的鱼虾，炖一锅营养的鸡汤，好好养养身体。咱们身体好了，不生病，少去医院，就是给儿女最大的支持，也是给家里省了最大的一笔钱。当然啦，如果您想拿出一点来给孙辈包个红包，图个乐呵，看着孩子们开心，那也是您的自由，开心最重要。最后，佑丽再统一回答2个大家最常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领了这笔12000元，会不会影响我低收入户的资格？请您放心，原则上不会，因为这属于一次性的节日慰问金，在大多数县市，计算低收入户家庭总收入的时候，这笔钱会被排除在外，不会因为您领了这笔钱，就取消您原有的低收入户资格和相关补助。但是，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如果您家正在领取低收入户补助，佑丽建议您最好还是给负责您个案的社工打个电话，亲口确认一下，政府是好意，不会设计一个让您捡了芝麻丢西瓜的政策。第二个问题，我今年刚满64岁，就差1岁，能不能通融一下？这个真的没有办法。政府的年龄规定是硬杠杠，系统只认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差1天都过不了关，必须10岁满65周岁才行。不过您也别灰心，明年您满65岁了，就符合资格了，说不定到时候福利还会更好呢。而且即使没满65岁，很多地方政府也有其他面向中高龄长辈的春节慰问金，可能几百块、1000块，门槛会低一些。您可以去区公所问问看，或者留意一下里长、
领长的广播通知，有时候社区也会发米发油，都是一份温暖的心意。这段时间，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在加班加点的核对发放名单，非常辛苦。但系统毕竟是死的，它不会知道您搬家了、改名了、换身份证了。所以佑丽才要一遍又一遍地提醒大家，咱们自己一定要多操一份心。今天看完视频，就赶紧去把证件、存折都翻出来看看。正在看视频的子女们，也务必回家问问爸妈，或者打个电话关心一下，爸妈，你们的存折最近用过吗？知道政府要发一笔过年钱吗？老人家信息不灵通，晚辈多问这一句，可能就帮他们守住了应得的福利。这笔能买补品、添新衣的钱，以及这份实实在在的问候和帮忙，对老人来说就是最大的孝顺。好了，今天关于2026年春节12000元新台币关怀补助金的事情，佑丽就为您讲到这里。咱们最后再来总结3句最核心的话。第一，资格要看准，户籍满半年，年龄满65，账户要正常。第二，领钱有门道，能自动入账最好，不行就线上申请或柜台办。第三，行动要快，赶紧检查证件和账户，有问题赶紧处理，别拖到最后一天排长队。如果您听完之后，对自己到底能不能领，该去哪里领还有疑问，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简单说一下您的情况。佑丽看到之后，一定会尽力回复，给您指明一个办理的方向。我也会在健康永驻频道的社区动态里，整理好各县市更详细的规定图片，方便您对照查找。咱们这个频道就是为大家服务的，有问题千万别客气。最后，佑丽真心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用，恳请您帮忙转发这个视频，转到您的家族群、老同事群、老朋友群里。您的一个转发，可能就帮助到了一个正在为过年开销发愁的老人，让一个家庭多添一份喜悦，这真的是积福报的大好事。老人家之间，咱们晚辈之间，就是要互相关照，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也别忘了给这个视频点赞，订阅我们的健康永驻频道，您的支持是佑丽继续为大家服务的最强动力。下一期视频再见啦！祝愿所有的长辈身体健康，吃好睡香，福气财气都进门。2026年，咱们一起过个丰盛美满的大肥年，手里有钱，心里不慌，安安稳稳，快快乐乐，这才是最好的晚年生活。